因为我们训练条件啊什么的都比别人好，而且各方面保障也比别人好，我们很有信心去赢别人。第6次踏上世锦赛征程的吕小军，现在第2次试举202公斤。世锦赛上，34岁的老将吕小军再次披挂上阵。从1998年至今，20年来，吕小军对于手中的杠铃依旧无法割舍。2届奥运会，6次世锦赛，他曾开创了77公斤级属于自己的辉煌荣誉。我们先来看吕小军的这一把202。对，吕小军这把很关键。这一次升级81公斤级，吕小军再创新纪录，表现抢眼。相信374公斤的总成绩不会让他放慢迈向东京的脚步。带起来，好的，哎，漂亮，漂亮！哎呀，真是传奇式人物。总成绩的世界纪录破了，374，真的不容易啊。这是很满意的一次世锦赛吧？从成绩上来讲的话，还差一点。因为可能相对来说没把自己的从训练上可能没恢复到以前的最好。其实里约过后之后，大家都要做抉择，是不是继续往下走，走什么样的路？你其实不用选择嘛。你说里约之后还有东京呢，是自然的一种选择，自然的延续。通过每一场比赛，就给自己的一个信心的，还能够再坚持。包括今年世锦赛一拿完，还能够再坚持。就是慢慢一点一点，就是在一年一年的，就是把自己的信心，到2020年东京会应该没问题，很有希望，有希望。这次世锦赛如果就难度系数来讲，从你夺金的难度系数来讲啊，如果最难是10分的话，你这个难度系数大概有多少啊？难度系数可能已经达到9分了。首先从训练上恢复的不是很好，我最好在抓举上再抓到165，165反正还是在亚运会之前抓过一次，也就是说这一下从抓举来讲的话，一下就是抓到172，172这是7公斤的差距。所以在挺举上面呢，也是挺到200，反正这次又挺到202。老队员来说，你既然选择站在赛场那里，就每场比赛都得去拼。你像从这次世锦赛开把重量，有个亚美尼亚的，他170、200开，170开把重量，别人肯定就是已经就是不能把自己的气给打下去了。我虽然是165开，165、195开，那你看这重量得拼了，那就今天这场比赛我就照这个亚美尼亚的拼了，我就跟他拼了。他190，我165起来了，他170开嘛，我就第2把我就改到171嘛。完了，他170上去举嘛，他也改171，171反正还是他上去举，完了把他给逼砸了嘛，这就得拼，不拼就没有机会了。这种比赛的感受是从难度、从精彩度来讲，如果最精彩10分的话，这应该是多少分？应该在7分，7分相对来说可能到挺举的时候自己还是没有发挥好，可能自己想到的时候，自己把冠军已经拿了，就是总成绩冠军记录也破了，可以想到的说，后面的话可能就是气有点泄了。所以这精彩度不高都是赖对手，没有更多的压力。那对你来讲，这个东京其实和里约之间这4年可以中间画一条线，因为很多运动员的这个自我节奏掌握的都挺好的，就是我们用前2年我们得调整一下，恢复一下，不能让自己太疲劳了，不能让自己太透支了。你也是采取这种策略走这4年的。就是不能想到以前了，你包括12还16还是几年前的一些世锦赛，等于说现在我都把以前所有的东西都抛开了，等于说我现在是一个就是对举重的一个喜欢，一个热爱，包括每一次就是大赛小赛完了之后，就是还是得做一个，我是从训练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做一个虽然是老同志我就把自己当那个就跟年轻人跟他们在一块挥霍在一块训练，是这种感觉。这种清空的过程容易吗？你像你说的吧，12年、16年给它清空了，这清空的过程容易吗？我觉得很简单，很简单哈。就是说，就是通过每一次比赛完了，要这个世锦赛比完了，又得想着下一站的比赛就是最终的目的就怎么样，就是把2020年东京奥运会坚持下来，这是最终的目的。
看过这段视频后，您会不会对举重运动员的训练感到吃惊呢？每天这样高强度的训练，吕小军已经习惯成自然。身为队里年龄最大、参赛经验最丰富、自我调节和掌控比赛能力出众的吕小军，他的训练态度和自律能力都是年轻队员的榜样。像这个改级别，其实是对大家来讲呢都是挑战。有的人可能挑战小点，有人挑战大。对国外运动员，甚至有很多人可能是利好。对你来讲，这个升上去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对我的身体来讲的话，因为可能，以前打77需要体重上面需要控个2到3公斤，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可能是岁数大了之后，你降个体重可能会影响到体力，就方方面面的因素。我现在体重才80，我81了，我还需要再长3公斤到4公斤这样子。我长到83，或者84，这体重一长呢，肯定的力量成绩都会跟着长，包括肌肉块都得长起来。所以说现在我最大的困难就是一个体重问题，一个恢复。现在目前面临的这2大困难。你的体重问题是自己长体重慢，不是长不上去。你是基本都长肌肉。我一看刚才你练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健美教练的，这是个健美运动员，对吧？就是你都是长的肌肉吧？你很少长，我看你没什么脂肪好像。以前打77他可能就是说我也没去怎么控制，该吃吃，该喝喝，等于说最好才长到80，不到81，就在我没控制的体重情况下。就是长了这么多年，一直在长体重。吃喝不长肉，你属于吃喝不长肉那种。是我可能我相对来说，我下午的强度要比他们要大了很多，体重长上去了。到时候我比赛的时候，我就不用降体重了。包括这次世锦赛打81，打81，平时的都是好，明天比赛的话，今天晚上得饿个肚子，今天晚上不能吃，空一下，明天下午称体重，明天下午是3点钟称体重，反而呢，这次我打81。他也是下午3点钟称体重，我12点钟还跑去食堂吃饭了，我吃饱了上去称的。称多少？80。80.4。80.4够用了。够用。你要不吃饭可能到79点多了。79。就是说吃饱了上去吃饱了上去比赛和饿着肚子上去，真的是2码事。这反倒对你来讲没有以前的体重那么大的负担了。但这个恢复这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了？就是随着这2年的就是年龄的增长，可能就是体能上面的差距，可能包括肌肉上的一个弹性度，那就是这2年就是包括牵拉呀，还有那个核心力量啊，还有体能康复这一块，现在慢慢一步步在跟上，那我觉得就稍微就帮助非常大。日常有一点小小的吃力的感觉。可能相对来说。今天上个强度了，上个强度可能是到明天训练的话，可能就是说有点练不动，就是很明显就体力有点跟不上。完了缓一天了之后呢，完了转一天，体力又上来了，又可以。其实相对来说还是缓得慢一点。但你已经属于那个当你的同龄人都早都退役了，跟他们比起来，你应该算恢复能力啊。体能力都非常强的人吧？要是跟他们比的话，可能要比他们要强很多。这方面队内怎么给你补强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障？因为你是个重点保障了。其实还是自己这个生活规律啊，还有作息时间这方面就是比较就是克制一下就好。该休息就休息，得说就是自己多静一会儿。在房间喝茶静的时候也是一种恢复。以往最早时候都是一个人练一个人比，现在都是2个孩子的爸爸了。这种整个的生活都发生根本性变化了。虽然很近，虽然物理距离上用高铁能解决，这又不一样吧？这个心理的感受可能都会不一样。可能所以说这也是我能坚持到现在的一个原因。每次在就是练小肌肉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练小肌肉特别累，特别苦。特别是那种单边拉一边，那是次数，还不是强度，知道吗？我这咬牙了，是想到我女儿，我说再坚持2下。既然已经选择了嘛，我也是那时也是想到，我说12年拿完奥运冠军，我16年再拿一个，我说送给我女儿一块。当时是这样想的。是不是心天天想回家，天天想，就这是一件挺煎熬的事情。对，相对说，我老婆现在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就是带2个孩子。再一个是我老婆，她理解我，因为她
以前也练过举重。其实我自己这个梦想，我是跟他说了完之后，包括16年完了之后，我在想坚持的时候，我得先把他的工作做好。做他的工作就是他负责家庭了，他说非常支持我。你还挺会做工作哈。困难很多很多，比如说就是看两口子之间嘛，看怎么去沟通。但那个队内一定会给你一些好的条件，让你回家看看。那如果按照那个不变的这个时钟的话，我们应该在星期六的什么时候在北京南站能够遇到你？我现在基本上我有时6点半7点这样子，就是训练完了。训练完了之后，叫个车开到南站了。你周六晚上到。晚上到了，可能就就是星期天1天的时间陪孩子，所以说尽量就是能稍微晚一点回来，因为就1天的时间，所以也想多陪陪他。走出家门的那一个瞬间，其实大女儿应该有这完全的意识了，爸爸别走。反正有几次特别弄得挺心酸的，知道吗？就是抱着腿都不让你走。还有一次就是视频的时候，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还是这可能是以前运动员遇到的不多，对吧？像你在举重运动当中，这是很独特的经历了。以前非常少，现在还好。对你来讲，多坚持一点，给孩子多挣点奶粉钱，是这样想的，是吧？这个愿望还是特别真实，也特别具有支撑感，对吧？ 98年到现在整整20年，从业余体校到在国家队，整整20年时间，所以也是对举重一个喜欢。2018年7月6号。距离举重世锦赛开赛